到嚟倫敦休整咗1晚之後，我就出發咗去國王十字車站，坐火車前往英國嘅北部蘇格蘭愛丁堡。有冇人認得佢呢？佢就係我喺上一站嗰度買嘅情緒戒指，依家佢係綠色嘅，即係代表我嘅心情相當之愉快。咁坐呢一程火車就建議大家可以買右邊嘅火車飛，因為越嚟越接近北部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欣賞到好美麗、一望無際嘅大海。終於到達愛丁堡。返咗去住所擺低行李之後，我就去咗附近隨機揾咗一間餐廳入咗去。然之後我喺度思考緊，我點樣喺佢收鋪之前可以食完兜嘢，因為佢哋似乎就嚟收鋪。一邊欣賞下呢幅畫。OK， 佢係有少少薑黃味，跟住有少少辣辣地，正正常常咁啦，都係。食完嘢咁快就到咗傍晚啦。咁今次嚟愛丁堡冇點做攻略，所以第一晚就決定喺住宿附近隨心遊蕩下，探索下愛丁堡嘅街頭。行下就見到對面有一間外觀睇落幾靚幾得意嘅書店。之後 search 發現原來佢係愛丁堡最大嘅書店，除咗有大量藏書之外，呢度一年四季都會舉辦好多文學活動。我就入咗去繞場咗一周，跟住經過一個劇院，見到一個有關星空嘅 show， 有興趣想睇下，點知啲飛已經買晒咯。有時太即興就係有咁嘅問題出現噶啦，冇得睇 show， 咁就去附近公園坐下咯，睇下草，睇下花，欣賞下雀，再欣賞下呢一個福爾摩斯嘅雕像。邪惡又美味嘅食物總係好容易令人停低腳步嘅。哇，你睇下佢炸到幾鬆脆，雖然我好似啱啱先食完一碟意粉，但係見到佢就真係忍唔住繼續食。佢係一嚿炸飯球嚟嘅，入邊有 risotto、芝士、三文魚，外脆內軟，非常之美味。到咗日落時分，我就慢慢登上位於呢一個城市中心嘅一座小山丘 Cotton Hill。一上到嚟就可以見到呢一座蘇格蘭嘅國家紀念堂，仲有紀念蘇格蘭哲學家杜格爾德·斯圖爾特嘅紀念亭。喺呢度可以俯瞰到全個愛丁堡嘅城市全景。不過唔知點解，俯瞰住呢一個城市嘅時候，心底裏會產生一種奇怪嘅感覺，我稱佢為浪漫嘅孤寂感。跟住夜晚返到嚟就要俾隻腳好好咁休息一番啦。今日嚟到愛丁堡城堡，表示人都幾多。咁呢一座城堡係位於一個滅火山之上，佢除咗曾經係蘇格蘭皇室嘅居所，亦都係軍事要室，見證住幾百年嘅戰爭同埋皇家歷史。咁一上到嚟就係阿蓋爾炮台，喺呢度可以觀賞到成個愛丁堡嘅舊城區。第一站嚟到呢一個皇家蘇格蘭兵團嘅博物館，佢係英國最古老步兵團嘅團史博物館嚟嘅，入邊有好多徽章啦、古老嘅制服、武器、銀器同埋旗幟等等。行完第一個博物館就攰啦，隻腳要休息下，跟住就嚟到戰時監獄。排緊隊嘅時候，可以見到一個好大嘅歷史時間線去介紹呢一個戰俘監獄嘅歷史。再行入啲就會嚟到地窖區域，佢
佢係重現翻當時一啲戰俘囚犯生活嘅狀況，包括佢哋休息嘅吊床、一啲 board game 等等。咁我覺得入邊有啲陰暗啊，所以我好快就出返嚟啦。喺監獄出返嚟之後，我就打算為自己影返幾張美照留念。但係呢一個愛丁堡嘅風，似乎唔係好允許我咁做。無論我試圖移去邊一個方位，都係 keep 住風中凌亂。如果想影靚相嘅話，我就強烈建議大家戴翻頂帽去固定下個髮型。OK fine。跟住就嚟到大禮堂，佢呢度最獨特嘅就係呢一個木質嘅垂梁屋頂。而原本呢一個禮堂係用嚟做宴會廳嘅，後嚟就轉咗做軍營。咁佢亦都有展示一啲盔甲，同埋掛滿晒喺牆上面嘅刀劍。跟住就到皇家宮殿啦，可以稍為窺探下詹姆士六世嘅出世房間。再欣賞下皇室宮殿嘅天花板，最後就梗係要行下手信店啦。出返嚟嘅時候，見到好多人堆晒喺度，唔知做乜嘢啊！原來係等緊呢一個1點鐘跑，咁啱捕捉到。嚟到蘇格蘭就梗係要去睇下一啲格紋嘅植物啦。我又試咗一啲羊毛嘅格仔頸巾，最後呢2條都冇買到，買咗嗰條聽日會戴。再行多幾步路就可以見到聖吉爾斯大教堂，佢嘅內部係哥德式嘅建築設計，至今已經有900年嘅歷史。參觀嗰陣咁啱見到有樂團喺度演奏緊，出返嚟皇家1英里，欣賞下街頭嘅魔法表演。跟住就嚟到呢一間愛丁堡天然護膚品店，佢所有產品都係純天然同埋人手手工製作嘅。佢仲有一個自稱係全世界最正嘅 lip balm。仲有一啲睇落好似番梘咁嘅 hand cream bar， 好得意。對面就有一間哈利波特迷應該會好中意嘅店，一入到嚟非常色彩繽紛，奇幻之中又有一啲復古嘅感覺。呢度有好多哈利波特主題嘅文具、明信片同埋周邊產品。咁作為一個終極 Potterhead 同埋有文具收藏癖嘅人呢，都真係有少少忍唔到手嘅。呢間係唯一一間我嚟之前有做到攻略想食嘅餐廳，最吸引我嘅就係呢一個煙燻魚湯。我真係唔係講笑，呢一兜嘢真係好出色，佢真係好出色，佢係有種勁香嘅煙燻味咯。加上嚟到呢度呢，覺得有啲凍，所以喺寒冷之中有啲暖湯飲會額外溫暖。跟住將啲包去點湯食，又係另有一番風味。食到最後側邊呢一啲都可以搣嚟點湯食。食飽咗就返去休息啦。第3日，神吉咁早就出發去蘇格蘭高地。我尋晚思考咗一陣呢，最後都決定臨時報呢一個高地1日團，因為既然都已經過咗嚟呢邊，跟住上旅遊巴嗰陣時呢，導遊 Auntie 就見到我拎住支拐杖啦，跟住佢就話：哇，你準備要打一場硬仗喎，笑死！跟住我就震咗一陣啦，因為我報團之前係見到有啲 comment 話呢個團大部分時間都係喺車上面我先報名嘅。中途嚟到呢一個補給點，俾大家落嚟食下嘢先，同埋可以睇下手信。我最終買咗啲高地嘅天然手工護手霜，跟住就一路向北行駛。
沿途一路望住出邊遼闊嘅大自然，我好似感受到一種由心底裏面發出嚟嘅自由感。我好鍾意呢一個狀態嘅自己，呢種野生嘅狀態，或者係因為被窗外面壯麗嘅山河影響咗，又或者可能係因為獨自喺遠方，喺呢一度冇人會定義我，冇任何標籤，我可以靜靜咁傾聽自己內在嘅聲音，可以冇顧慮自由咁做自己。跟住呢一站嚟到圖拉湖，導遊就俾咗少少時間我哋去影下相、打下卡。但係你睇下呢個風，想點？跟住好快就上返車，繼續一路往上。再過咗一段車程，就會見到非常之壯麗嘅格倫科大峽谷，真係忍唔住感嘆下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用肉眼睇都真係相當之震撼。跟住又嚟到一間充滿住蘇格蘭特色嘅手信店，再一次上返車。跟住我發現咗一個理想中嘅居所，就係呢度啦，真正嘅隱居山林啊，正啊！終於到達格蘭芬南。我哋依家行緊去嗰個高架橋啊！呢度之所以多人嚟朝聖，就係因為《哈利波特》電影之中霍格華茲嘅列車就係會經過呢一條橋。我發覺呢度草地嘅泥土係非常之濕潤，行落去好似好軟腍腍咁。點解我睇落好似成個牧羊人咁嘅？非常好彩地，今日全日都天氣晴朗，有陽光，仲有狗仔好興奮咁衝咗去鏡頭前面。就喺我尋找緊角度拍片嘅時候，突然之間有個小朋友大叫咗幾聲。作為一個超級哈利波特迷，見到呢一幕真係覺得好開心、好感動。我真係好感激啱啱大叫嗰位小朋友，如果唔係我差啲完美錯過咗呢一班火車。我哋通往格萊芬多嘅路已經完成啦，拜拜。對面呢一個希爾湖就係哈利波特沙姆斯鬥法大賽其中一個拍攝地。等緊車嘅時候，風實在太大啦。喺回程嘅時候，就有短暫嘅時間停留咗喺呢一個叫做 Pitlochry 嘅小鎮。呢度有一間相當著名嘅雪糕店，咁最多人推薦嘅口味就係威士忌味嘅雪糕。咁我就梗係要買返過嚟試試佢啦。味道相當之唔錯，不過嚟到嘅時候，似乎呢一度好多店都係閂咗嘅。聖誕嘅店 Christmas， 跟住就正式回程返愛丁堡啦。返到嚟愛丁堡，我就同一個喺啱啱高地團認識嘅女仔結伴同遊，一齊行下呢一個王子大街花園。又一齊觀賞咗呢一個斯國特紀念塔，一齊共度咗晚餐，跟住喺傾偈之中發現原來大家都係最後一晚喺愛丁堡呢一度，非常有趣。喺愛丁堡嘅最後一個晚上，我同新認識嘅朋友再一次登上咗 Cotton Hill，
今次有伙伴一齊上嚟，又係另一種感覺，似乎多咗啲溫暖。雖然我哋趕唔上日落，但係我哋都睇到美麗嘅晚霞，仿佛為我哋今次嘅旅程畫上咗一個完美嘅句號。跟住落山嘅時候，有一個哥仔，佢就話見到我拎住拐杖仲行山，令佢諗起一句說話：只要你想做，你就可以做到。呢句說話，我想送埋俾每一個睇緊嘅你。唔知點解呢，我坐勁多程火車都係預先編咗去呢一個優先座，好似冥冥之中就知道我係會帶住腳傷咁嚟。